总指挥，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，现已冲入城内。宪大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，无法进入。蒙水守不住了，你需要立即撤离。我留下了掩护。百松，敌军是冲着我来的，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。这有2个指令，一封是给蒙水县大队的，一封是给周北同志的。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，冲出去，与县大队会合，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。总指挥，那你呢？我对这儿很熟，你放心，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，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。爹，刘百松，执行命令。骑兵连，跟我走。是。妖鹰来了！指挥官，谁是指挥官？大队长。指挥官，俺是蒙水抗救会长兼县大队长统领。这是总指挥的手令。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城里解救总指挥。干什么？赶紧下命令啊！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，我们要蓄积力量，准备打持久战。我命令蒙水县大队立即撤离，到乡村去，到山区去，按照毛先生的战略，组织全民抗战。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，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，不得有误。此令，刘总光。爹，刘先生，不必如此，我们还可以合作。合作不成，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，过平静的日子。我要告诉你，李明京、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，改变不了抗战的大势。最终，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，或者被消灭、埋葬在这里。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，是中国人的。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。
你怎么还流泪了？我们相识多年，他是个好人，他提携过我。你倒是有情有义，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。刘祖光是个好人，但他是敌人的好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既然你这么有情义，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，把他送到顾城去，让他们知道，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。是。我去找个棺材，把他装殓起来。不，尸体我来处理，你只负责送回去。至此关头，别无所求，唯将二子托付，寄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，亲临毛先生教诲，成就革命之才，以为慢求一生未竟之志。祖光拜上。祖光先生，牺牲的太可惜了，是我们抗战统一战线的巨大损失。没想到，今日一别，就是天人两隔。等白宋平静以后，把这封信给他和众位看看。哎，好。下，停下！你们几个停下！这是玉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为什么我选你们几个护送祖光先生回顾城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们几个还有中国人的良心。可顾城的人拿我们当汉奸呀！别废话，过来帮忙。是。我来上。おー、来た。いやー、門瀬を陥落させ、両倉庫を滅ぼして、素晴らしい手柄だ。山下君、おめでたいです。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村田さん。これは練習への前奏にすぎません。いやー、いいこと言うな。ところが、山下君、これからの目的は仁さん、それでも校長？まずはイ先生め、それから以上蒙水イ先生のあたりを有形期待を選別し、もちろん貢献します。
顧ちゃんはとりあえずほっとく。そことして国民党と共産党の間にくさびを入れて、オルダイに恨みを持って作戦できないようにさせるんです。詳しく聞かせてくれ。俺は孫玉林前首相透明性役がある。お互いに犯さないこと。顧ちゃんをこうして彼らの補強を立たする。ナッパリとしてコケルと約束をしました。あの辺りの共産党は絶対いたから少し猫を残して話を忘れてやる。そして俺は情報によってそれぞれ撃破します。なるほど。山下君、君は本当の素晴らしい戦術家だ。托马，你们几个送完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，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。可是，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档案间打死啊？那就把你们的帽徽、领花都摘下来，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。快到故城的时候，你们要朝天鸣枪，为刘总指挥送行，然后肩枪敬礼，齐步走，护送灵车。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，只要不提我，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。1938年10月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。陈专员，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！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！第一份任命书，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、宜山、蒙水、宜州、宜阳5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，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。第二份任命书，兹委任孙玉林为故城、宜山、蒙水、宜州、宜阳5县保安司令部司令，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。孙司令，哎呀，我说陈专员，你可真有点能水啊！5县保安司令，
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，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！兄弟，这是名正言顺才能拿到利。请。现在虚的拿到了，咱们得来点实的了。明天咱们就去接收顾城。好，我要亲自兼任顾城县长，动作要快，让他们来不及准备。知识，进来。知识，张团长来了。呀，志平来了。知识，我来看看您。来。哎呀，你瞧你来就来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您是我的上司，看您怎么能空着手呢？吃饭了没有？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。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。坐。下回来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，陪我好好的喝2杯。李知识啊，我真不是跟您客气。咱们现在身处异乡，诸多不便，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。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，连我顾城院子的2成都不到。我那一大家子老小，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。确实，您顾城的家呀，我是见识过，雕梁画栋，亭台水榭。别说是在顾城，就算是在省城，那也是顶级豪宅。哎呀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李知识，我这次来啊，是想问问您，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？李知识，我这次来啊，是想问问您，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？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。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顾城，什么时候回顾城，我哪知道啊！我也想，但既来之则安之啊！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，不能着急。李知识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。什么考虑啊？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顾城留给敌人？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。谁呀？谁还比我们还着急？孙玉玲。孙玉林，老哥，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顾城给了孙玉林了？这样的话，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，让他们自己打起来。哎，那他们要是不打呢？以皇军现在的实力，那打与不打，都不会等太久。你说呢？哎，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。啊，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，我也听不懂啊，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，我还不如自己来。这就对了。那听日本人的指挥，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？哎，学会了日语，那日本人一准高看。民国17年，日本人进济南，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，一个误会，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。嘿嘿。陈专员，陈专员，恭喜你荣升啊！哎，别急着恭喜，还有另一份呢，给他看看。哎，谢谢。陈专员，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，怎么了？这有点麻烦了，这事。有什么麻烦？我是5县专属特派员，有权任命县长。陈专，你别急，是这样，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，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主政府了，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。周县长已经上任了，这个有点遗憾了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？陈专员，不是我呀，不是我们，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，这是民意啊。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呀？
金开明金老先生，你认识啊？靳开明啊，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，乡下有1000亩的田产，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，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对不起。也好，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，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？陈专员，可能是我没说清楚。靳开明老先生啊，他是个组织者，他是召集人。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，这村镇代表、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。有议员名单吗？陈专员，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。我把这个名单拿来，你翻一翻。这。老李啊，这兴修水利啊，有利于子孙万代，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。这个同志啊，以前没见过你，你叫啥？退后退后。阿伯，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。哦，是李家庄李副员。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，你回避一下。回避啊？你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老李，你啊，先到伙房啊，弄口水喝，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啊。周先生啊，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。一个是任命他为五县专员。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，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的县长。陈专员，这真是有失远迎啊！这个，哎呦，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，我换个衣服啊！不必了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哪有个县长的样啊？成何体统？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？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，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。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，给他们运过去了。在上者，只需以礼仪服人，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？你有你该做的事儿，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？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，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，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。准确地说，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，为他们干点农活，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儿吗？县长，废话少说，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，委任状。我这手太脏了，不看了啊！你自己任命自己，不用怀疑。庄，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？这我都讲了，周县长。陈专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。陈专员，你看。这上面的贤达人士不少啊，这些社会贤达都是我以前在顾城的好友。轻点。对不住。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，我当县长，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？好，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，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？不用着急，都在这块儿了。今天他们来开例会。对，你赶快领他去，直接去议会啊！那我这避嫌，我就不去。周书记周书记，有提醒那行，师妹啊，师妹，那咱看看去，这边。下一个议题，周县长提出的。陈专员到，大家鼓掌。哎呦，同学，靳议长。哎呦，陈主委，稀客。龚秘书，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靳先生看看。山东省政府委任状，自委任陈守正为顾城
宜山、蒙水、宜州、宜阳5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司令沈主席沈鸿烈。哎，大家鼓掌，祝贺沈专员荣升。今天兄弟我来到故城县议会，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。我这儿啊还陈专员，你看你在这儿讲话，我是不是回避一下？你不用走啊，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，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。好。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，请靳议长向大家宣读。委任状，自委任陈专员守正，兼任故城县县长、司令，5县专属特派员，陈守正。不是都任命周密当县长了吗？这怎么又改了？周密是经过我们咨询选举的，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，也都落实了。陈守正来了，能比周密干得好吗？请大家安静。有什么意见，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。我想请问陈专员，请讲。周密上任，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，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城民生凋敝，财政收入锐减，政府入不敷出，问他有什么措施，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，实行供给制，只拿少量的津贴。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，加重故城的负担呢？陈专员，你别干瞪眼呀！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。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，没有薪水怎么行呢？可是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，家属也是政府公给，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，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。共产党当政的政府，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，您的故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。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，也得把田赋减下来，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。是啊。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，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，你们能做到吗？你陈守正能做到吗？我那是为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呐。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方呀，但要先离婚再结婚，一夫一妻。大家别嚷，就那个问题啊，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。我回答什么？我不回答。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？简直是胡闹！陈专员，你慢慢。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，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。啊，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。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。啊！你不能信。哎呦，陈专员，你，好，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5县专员。我不管什么专员，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，5个人员请示。小令。刘公子年轻气盛啊，军事会议。周会长在这干什么？他都能参加，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？陈专员，是这样。我们故城抗日挺进支队呢，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，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。政委？对。你还是不是故城县的县长啊？我要跟你谈话。好。啊，大家伙儿接着讨论。
咱们进一步谈。哎，请啊！哎，来，请坐。哎，陈卓越，我再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，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，下一个目标就是故城，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呢。情报可靠吗？可靠啊。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，这个山下聪啊，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，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，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。考虑到故城的现状，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，撤销对自己的任命。这个县长，你就当下去吧。不是，但是，如果你擅自撤离，把故城拱手让给日寇，我是要兴师问罪的。我是故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，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。好自为之，告辞。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！我这一暗示，马上就悟出来了。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。是啊，他心里面就是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。老周啊，经过大家伙的讨论，现在呢，基本上形成了2种意见。那么第一种意见呢，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，主张坚决抵抗，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，抓紧进行对于故城的堡垒化改造。那第2种意见呢，就是以我为首，主张避敌锋芒，撤退到农村，打游击战。现在大家伙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，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，继续讨论。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都分析清楚，毕竟这是军事问题，生死攸关的大事，要做决定呢，必须要谨慎的。那我接着说，故城和蒙水、宜山完全不同，这儿城防坚固，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，再加上我们的粮草、兵马、弹药、武器都很充足。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，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，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，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刘副指导说的对呀，咱们骑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。对，俺们这几个总队的同志们，那战斗一层都憋得嗷嗷叫了。大家伙呢，先别冲动啊！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，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，到了华北，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，他们有重炮战车，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。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很难能够坚守住故城啊！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，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，占领广大农村地区，开展持久战。周政委，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。在这个时候，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，到农村去，坚持持久战。论持久战，我也看过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，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。要我看，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，我们故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。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也跟我们说过，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，让我们到农村。你说到我父亲，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。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。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，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，支援故城，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。各位，我们要在这儿，在故城，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。就算最后失败了，我们必须放弃故城。我们挺进支队，也让日本人在这儿
血债血偿，闻风丧胆，打出我们挺进之旅的威风来！对，打出威风来！彭队长，你是怕了村田连队了吗？我怕，我们那不到10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，而且还打胜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，200几个打30几个。你懂什么呀？我懂什么？胜仗就是这么打的。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，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，要知进退，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，确保胜利。哎呀，彭支队长讲的好啊！我不懂，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。不，你来吧，你去跟马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。安操，我也不是插话，这不好了，走。别走，你喝口水。这样吧，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，研究日后增加兵力，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。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故城，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，求得指示和支持。我认为啊，现在我们要着手2件事。第一，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，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、刘竹梅、王玉，制定出故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。并且在必要时，能够分头组织实施。好，无论是战还是撤，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。第二，由刘副支队长牵头，制定故城的防御保卫计划。还好，根据情报，敌人不会很快进攻故城，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，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，再结合上级的指示，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。朋友，赖总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我同意。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，并且完成具体部署。好。故城内线情报。故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，程守正反而把故城留给了周密。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。是啊，先生，以目前皇军的力量，故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，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？倒不如早点攻下故城了。共产党1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，扩大队伍。我这个故城知识，哎呀，干瞪眼，着急。不要只看眼前，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，不可弥合。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，选择合作。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，制造一个理由，他们就会打起来。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故城发生战斗，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故城，而是整个山东，乃至全中国，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。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。但是很可惜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。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。是。现在，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。我马上去找村田连队长，让他出兵占领故城。好，要让敌人措手不及。五回首啊，四喜发财，八匹马呀！不行，是的，黑兄，和我说的，这边军你太狡猾了。看了看了，小雪，你觉得蒙水好还是故城？大妹。要我说，还是我的家乡，北海道。北海道好。小雪，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淡？北海道好，你回得去吗？你要是觉得蒙水好，你就在蒙水待。我想回故城。金平君，你也在那跟我瞎扯什么蛋呢？啊，
顾城你回得去吗？我回得去。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，我还回不去顾城了？季平君，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顾城？我当然想知道。我想回家乡。季平君，攻占顾城那是春天部队的作战，我只是跟着警备。至于作战计划嘛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问你了吗？你个小小中尉，你知道个啥呀你？季平君，我老兵，我能猜到我们什么时候会顾城啊！行，你知道啊！喝酒，喝点酒就喜欢吹牛。来，季平君，咱俩赌一局怎么样？赌什么？我赌3天之内我们回顾城，要是我赢了，你在顾城来上了请我娱乐；要是我输了，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。没问题，小野，只要能回顾城，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，我包了。季平君，全快！但是先说清楚啊，我不去，我订婚了。季平君，你的不是军人，军人随时都会死掉。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。订婚？哦，季平君，你看看，我的老婆、孩子的，统统都有。胜利了，回日本，我继续爱他们。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，我是男人，我需要慰安。小野，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，很正常。我做不来。这跟男人不男人，他没关系，他这个是。算，不说这个了。喝酒。你不懂。刘副支队长，城里面来了情报，说村田联队要进攻顾城，现在周书记和彭师长都不在，你看这事怎么弄？好啊，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。顾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，无人掣肘，我来指挥，我们干个痛快的。通知县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，布置战斗任务，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。哎，刘副支队长是这样，你看，到底是打呀，还是撤？是不是等大家回来，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？商议什么？跟谁商议？反对接手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？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。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，军事行动由我决定。刘副支队长，但是你。山下君、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あろう。高知の市場のいい店でご指導いたします。マジ？それは俺は待ち遠しいな。と。大佐、前方に敵兵系の成功発見しました。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。そうか。兵器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。おい、全速前へ進め、工事を包囲してくれ。敵中隊先頭で構え、敵入れだ片付けてくれ。はい。はあ、加速前進。はあ、ひゃ。
1中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，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，把他们压回去。是，好了。3中队在这个位置啊，4中队的位置在这儿。这个从路线讲。刘副支队长，我去各个方区看了，都按照你的命令准备好了。今市内第2、第3道方向的接垒也已经工作完成了。好，陈参谋长，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。是。刘副支队长，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，我们几个要求参加战斗，请给我们分配任务。你们3个都不能参加战斗，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。你叫我骑马射击，就是为了让我撤离？想要参加战斗，你会这些远远不够。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，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。报告刘副支队长，城东1州方向发现日军，距离大约6、7里，人数约有2000多人，有罗马牵引的920步兵炮4门，汽车牵引的414式野炮4门，还有一个骑兵中队。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6、7里，还是现在的距离？是看见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。是。敌人来的不少啊！敌人这次来的是2个步兵大队，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。我还以为村田连队会倾巢出动呢，没想到就这么点兵，还想打下我们顾城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，就让我们留下吧，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。我说了，马上执行我的命令，马上撤离，拒不执行命令，你们知道后果的。楚梅，你说说，他不会改口的。楚梅，王爷，我觉得北宋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走吧，再晚了走不了了。啊。王宇，我可以留下了。这个小包给你，打完仗之后还给我。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？马上收场。谁太快 ？Action！ 那个谁开 ？Action！ 别起来，别起来，可别可低点，低点，拿耳朵听。走了吧。太悬了，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。哪有咱们动得快？你们2个怎么回事啊？说好的一起战斗的。白松是我哥，我知道他那脾气，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。传达秘书，你呢？我什么呀？我这个样战什么斗啊？那不给人家添乱吗？咱们战斗是3个不合格的兵，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。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政委还有彭支队长，把顾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。我看了一下哈，北边啊，就是他们从山东回来的必经之路，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。走。嗯，走吧，走。哎，来，扶着，扶着。注意安全，小心敌情。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！小心啊！4门920步兵炮，2门414式野炮，还有2门炮去哪儿了？2中队长，报，留几个观察哨。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，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，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，再上城墙。东门，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。是。你不用紧张，等我到了3、4中队的防区，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没有远程武器。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，
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坚持到天黑，安排着去锻炼再跑阵地。可以进行，但是计划要周全，敌人也不是傻子。刘副支队长听不进，保证人手。我再去别的地方看。是。通知所有排长到这里集合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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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这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走，周政委，周政委，何震队长，哎，小心。起风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。敌人攻击顾城了啊！是早上呀，就接到了个情报，春天连队要攻打顾城，下午就给围起来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。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？已经按计划撤离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白松啊，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顾城。白松觉得顾城能守住。敌情你们知道吗？是这样啊，据侦察兵报告呀，鬼子是2个大队，2000多人，4门92炮，4门41式野炮，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。老爸，你怎么看？顾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，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。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，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，坚持2天。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？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，建立根据地。就是坚守顾城的话，也要尽快的转移，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。那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敌人已经包围了顾城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白松取得联系，传达上级的指示。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打！这样，老周，你带着他们3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，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。咱们啊，分头行动。等到了天黑，还是在这儿集合，统一指挥，里应外合，把挺进支队带出来。好，就这么干。走了啊。前面情况怎么样？敌人敌住炮火轰击东卫，城门被轰开了，但排到我左外还难通过。东城墙虽然被按住，2中队还能守得住，其他方向都有敌人进攻，但兵锋猛烈。刘副支队长，该我们了吧？等着，别问来问去的。是。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2门41式野炮吗？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，一直没发现那2枚炮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敌人还有另外2门野炮位置不明，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。连部电话都没有，指挥起来真困难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快看过去！队长，我操！队长，队长，100招带领员指挥。2中队听我指挥，3排4来跟我上！大佐、しかしもの攻撃は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のです。なるほど。敵は南北からそれぞれ援軍を送りました。柔軟に侵入した我が軍に反撃しました。新たに機動隊投入して東部の攻撃を強化してくれ。哎，报告，将敌人派工兵炸开了东门，冲进来了。2中队长牺牲，1排长正在指挥战斗。3、4中队正在和2中队一起反击敌人。进展到什么情况？现在已经拼上刺刀了。敌军的支援部队还在不断的冲进来。2中队集中支援。刘副支队长，下命令吧，该俺们了。对呀，俺们上吧。再等等，我总觉得敌人的进攻方式不可能这么简单。刘副支队长，刚才各个方向都汇报了，没发现那2门炮，重点肯定在东门啊。
就算他的门炮布置到其他地方了，东门6门炮都没有炸塌城墙，还得靠工兵的炸药。俺们出击一定能把东门的敌人赶出去。下命令吧，刘副支队长。下命令吧。同志们，到。通知345中队严密防守，禁止敌人的工兵接近城墙和城门。是。1中队骑兵连有，向东门发起出击，击退敌人后立即返回。是。連隊長殿、敵の10隊と60名ほどの騎兵が鹿島に増援しています。支援を要請します。なるほど。命令。まず東島にいる部隊を安全地帯に停滞し、砲兵をすぐ攻撃開始してくれ。したがって敵の援軍を停滞する道を操作し、それで西部の攻撃を直ちに開始してくれ。はい。よーい。発砲。山下少佐、この城壁が弱いってどうしたのですか？そのうち俺こそにいる時、よく城と調査しに行った。この城壁は再修理セッター言った。その後、こっちの老人に聞いてみたところ、この城壁は数年前にこして破壊された。修復工事が手抜きされたことは分かった。砲火拡大、機関中隊援護、騎兵襲撃、歩兵中隊が騎兵に続いて前進。はい。やれ！襲撃！去！連隊長殿、西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。東島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してくれ。はい。よーい、発砲！太狡猾了！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？狡猾？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。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5中队长，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，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？刘副支队长，刘副支队长，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没事。1中队，你那边还有多少人？我还剩了120兵力，加上陈航员，还有121，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。其他中队呢？3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，2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，和3中队在一块儿。骑兵连，俺们还有21匹战马，23个战士。5中队长呢？4中队长、5中队长都牺牲了，2中队就剩下40多个人，在4中队2排长的指挥下，守在西边的第2道防线。兄弟们，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。接下来，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。敌人又攻击了，俺们可以抵抗。别急，不是敌人的进攻，枪声来自城外。是不是彭支队长和周政委支援我们来了？两边都在打。
速隐蔽。彭队长，阿宝给他引过来了。好，准备战斗。 请你们带队！人喊什么了？敌人喊大总命令，部队返回阵地。部队让他们跑了。高连长，打破这口敌人，让我从坦坦的城墙冲进去，跟挺进支队会合。是，同志们跟我出！你们留下来，跟机动部队配合，继续骚扰敌人。好，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。是。 快坐！是人，睡，睡。支人，你带了多少人？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，我带了1个连冲进来，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应。就这么少人，我还以为独立二团也很困难。 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。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？300人，100多伤员。什么？伤亡太大了，敌人伤亡也很大。要不是西城墙坍塌，现在没人说这个。这样。 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，吸引敌人。10分钟以后，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，外面部队接应你们。支领，坚守孤城是我的主意，我带着1中队去吸引敌人。挺进支队伤员太多，弹药也快没了，只有我俩协同出击，才能打动鬼子，起到掩护效果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。 你根本就不知道，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安排的。快走！不要再争了，服从命令。那你们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孤军突围，我朋友经历的多了。警卫排还是健全的，跟着你们，服从服从。好，所有人听令，马上行动。是。 素晴らしいお月様ですね。跟上，跟上，收集弹药。是。高连长。 我和金勇派留下拖住敌人，你带着其他人，还有这几个伤员，赶紧撤，跟白总会合。我怎么能把孙少留下？让我留下吧！我还是不是你所长了？我熟悉点地形，我有办法出去。没时间了，服从命令。是，带上所有弹留下。是，这好是。 来，把这机枪拿过来。是。我是挺进支队刘百松，你们是哪个部分的？我们是多少团的？你们先撤，我掩护你们。多少团？部队，撤！
准备战斗。是。打！操作しろ。おい、何者だ。報告します。このハジレングが検事を承知しています。それに彼らを上に行われる衛兵の下が破壊され。俺知ってるよ。彼はポヨンと申します。顧城提信してる手帳だ。俺の情報官は俺に彼の写真を見たことあるよ。マジ。故城陷落后，日军继续南进，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。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。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，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，检讨前期工作，研究重组挺进支队，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。白松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芦苏战区的联络官韩刚。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。
白松啊，好孩子！哎呀，咱俩多年没见，甚是想念呀。你的战绩，俺早有耳闻啊。古城那一战打得牛，大大有名啊！就连于学忠于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。有消息说，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！长官，一场消耗战罢了。消耗在所难免嘛，啊，主要靠战绩，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！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慢慢拉啊，慢慢谈啊。诸位，鲁肃战区成立了，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鲁肃战区的序列，一切听于学忠于长官的指示。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，给你们一个游击松队的番号，那可是一个军的编制啊，不孬吧？长官，加入鲁肃战区，战区能给什么支持？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？众所周知啊，战区刚成立不久，力有不逮，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，军需补给很重要，一定要解决。但是战时的，还要让你们坚持坚持。军衔好说，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，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。韩廖老官，有一点呢，我得先说明一下。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顾城挺进支队，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，无法再接受鲁肃战区的番号。据我所知，八路军隶属第2战区，作战区域晋察绥，为什么跑到山东来啊？你可知道啊？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于长官的指挥啊！对不起，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。哎呀，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，我们就到哪儿，对他们进行打击。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？战端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，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。长官，于长官还有什么指示？于长官指示，既然抗战，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，组织政府不必了。你可知道啊？军队抓政权，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！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，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、多少粮草、多少军需弹药啊？你刚才没听清楚吧？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，力有不逮嘛，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。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，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，我们如何抗日啊？有了正规的番号，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，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。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7师的番号，齐梦龙接受了再编第27师的番号，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5师的番号。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呀？长官，李少棠是土匪，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协军第5团的番号，成了汉奸。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。长官，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。白松啊，有所不知，这个李少棠，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，他拒绝了；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，他们也拒绝了。就因为这个，小鬼子端了他们的供给啊！他这叫狡猾自保，根本不是真心抗日。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。长官，白松。联络官，
据我们所知呢，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，连齐梦龙他都不管，更不要说我们了。所以，为了抗日，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。好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将择主而事啊。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，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。今天到此为止啊。好，告辞告辞啊。我见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，有几句家乡话啊，请便拉一拉。我送你。不送不送啊。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。从顾城撤出来以后，他情绪一直都不高，老在那块说我们的装备武器不行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，要打只能靠国军，只能靠英美、苏联的支持，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！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。你看他这轻描淡写的，一带而过了。这刘百松呢，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，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，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。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，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，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。对于刘百松，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，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。季风啊，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，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，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，少挑毛病和缺点。有些事情呢，心里明白就好了，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，不要总挂在嘴上。你想过吗？如果你是领导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。周政委，你说的对，提醒的好，我要改正。团长，你指示来了。哎呀，志平老弟呀，哎呦，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，光送一份厚礼，哎，那算什么？我可是看重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！哎，喜宴、喜酒、喜糖，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。老哥，您听我说，您听我说，老哥，我呀是个光杆司令，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，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，我是不自在，不好受啊。哎，您呀多包涵啊，多包涵。大力，上茶。是。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，你连个婚都不结，你熬什么？哎，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。哥都给你操办了，我先谢谢哥啊。但是，老哥啊，这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我呀。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，我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。不至于。古城县里头，谁再敢耍你啊？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？我现在啊和吕英这婚也没退成，谁也不会来找我的。不是，还放不下吕英呢？老哥，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哎呀，你呀就是个情种啊！哎，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。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，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，又是一光杆司令，说不定哪天又跑了。谁呀？谁在议论？我看谁在胡说。我跑，我张志平要跑，谁能拦得住？但话说回来，老哥，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，能往哪儿跑？这普天之下，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。对。哎，
我给你找一个，咱们早点结婚吧，我来操办，堵住那帮人的嘴。妮儿，睡了吗？啊，还没睡嘞。恁进来吧，爹。俺当然进来了啊。恁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没。哎呀，妮儿啊，爹很少进你的闺房。啊。哎，俺来呢，是要跟你商量商量。张家这个婚事啊，还是退了吧。俺张官府那儿俺去说了，他也没说一定不能退，毕竟错不在咱嘛。啊。爹。你来找俺就是跟俺说这个？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。不是，不爱说也得说呀，是吧？你不能再耽误了啊！你说，张热平那要在城里，万一他找了、杀了你，那就做难了嘛。他敢！俺跟他说过，俺俩定的是生死契，只要是人活着，就不许找别人。你干什么啊？他人在城里，又有日本人在啊，他真是干点么？你管得住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俺不想说了，你快走吧。不说也得说呀。哎呀，睡觉了，这么晚了，你说什么说呀？你敢说没？俺是睡不说呀。哎呀，你睡，我要睡觉了。我刚从专属开会回来，有件事啊，和你们兄妹有关，啊。你们的父亲左光先生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他希望两位兄妹能去延安康大学习。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，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，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。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，准备出发去延安。我愿意去延安学习，但是县这么缺干部，我妇救会的工作怎么办啊？先交给王玉。艾总，你的工作交给我，这学习啊，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。嗯。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，没必要再去康大学了。康大教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。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著作，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。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。我只想带兵打仗，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，让我去学习反思，变相撤职吧。哥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我可以用党性保证，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。那太好了，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。我今天明确表明，我不去康大学习，